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连任后的首次访美之旅，最后一站选择到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他的老朋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在共同面对记者时，特朗普否认了与内塔尼亚胡不和传闻，还公开批评哈里斯此前涉加沙冲突的言论不尊重人。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携妻子萨拉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会面。此行是内塔尼亚胡为期1周的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自2020年特朗普离开白宫后与内塔尼亚胡举行的首次面对面接触。 Greatest dinner I've ever had. Come on, let's get a good, beautiful. Please, let's make a. 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紧握双手，并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随后，内塔尼亚胡将一幅被哈马斯扣押成人质的以色列儿童的照片交给了特朗普。谈话中，内塔尼亚胡还将特朗普称为总统，而不是前总统。The picture, photo of one of the toddlers that. Now held hostage, still held hostage in Gaza, and grandfather wants me to give it to President Trump. That's right. We'll get that taken care of. 外界认为，内塔尼亚胡前往海湖庄园，希望与这位曾经和未来可能再次当选的总统修补关系，并争取共和党人支持他推进对哈马斯战争的计划。2020年，在内塔尼亚胡祝贺拜登在选举中获胜后，特朗普勃然大怒。他在受访时提及内塔尼亚胡，更直言“去他的”。此后，特朗普就一直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的加沙政策。不过，这次会面时，他们淡化了过去的分歧。当记者提及两人之间的裂痕时，特朗普坚称两人的关系从来都不坏。It was never bad. I would say it was always good. No president has done what I've done for Israel, and we've always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他无法赢得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东将爆发大战，甚至可能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 If we don't, you're going to end up with major war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maybe a third world war. You are closer to a third world war right now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You've never been so close because we have incompetent people running our country. 而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则相对克制，他强调以色列和美国没有分歧，同时以色列仍然希望达成停火协议。We're trying to get one, and I think to the extent that Hamas understands that there's no daylight betwee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expedites the deal, and I would hope that those comments don't change that. 美国《华尔街邮报》分析称，时逢拜登退选，哈里斯有望接棒之境。内塔尼亚胡此访被迫采取微妙的政治平衡。以色列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需要与还有6个月任期的拜登政府建立牢固的关系，但他也希望与特朗普搞好关系，无论是为了他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前途，还是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做准备。 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白宫进行了一场双边会谈。在会面后的记者会上，哈里斯表态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同时强调不能对加沙平民遭受的痛苦视而不见，希望双方尽快达成停火协议，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I also expressed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my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e scale of human suffering in Gaza. 而特朗普则借机向哈里斯发出指责，称犹太选民都不应投票给哈里斯。She's really a destroyer. She doesn't know how to build, and I think her remarks were disrespectful. They weren't very nice pertaining to Israel. I actually don't know how a person who's Jewish can vote for her. 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的同一天，特朗普还预告了自己将重返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参加一场集会，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半个月前，特朗普在该地的竞选集会现场发表演讲时遭遇枪击，轰动世界。而有关特朗普的受伤，外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接受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质询时表示，他不确定打伤特朗普的是一发子弹还是某种弹片。With respect to former President Trump,
There's some question about whether or not it's a bullet or shrapnel that hit his ear. 当地时间7月26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表声明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右耳确实被一颗子弹击中。另一方面，在特朗普遇刺后，他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如外界预期那样大。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目前特朗普的竞选支持率为49%，哈里斯则为47%，误差幅度为3个百分点，显示出势均力敌。而该报本月早些时候的一项民调显示，特朗普以48%对42%的优势领先于现任总统拜登。报道称，哈里斯新争取到的民意主要来自民主党联盟中对拜登不满的部分人士。而在几个可能决定选举最终结果的关键摇摆州，两人的支持率也非常接近。据美国选举网站汇总的数据，截至24号，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分别领先哈里斯0.7%、1%和3%。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竞选搭档曼斯却正陷入换人风波。继前2天玩梗翻车后，即在2021年竞选参议员时发表的一段视频，近日也被曝光，招致各方不满。万斯当时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点名哈里斯、现任交通部长布蒂吉格等人，指整个民主党的未来都掌握在这些没有孩子的人手上。事实上，哈里斯有2个继子女，为其丈夫和他第一任妻子所生。孩子生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10多年来，哈里斯一直与道格和我一起抚养孩子。他说，很感激他作为其中的一员。哈里斯的继女艾拉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你有像科尔、哈里斯继子和我这样可爱的孩子时，怎么能叫没有孩子呢？而另一位被万斯点名的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则在2021年领养了2个孩子。他告诉美媒，不应该谈论别人家的孩子。对此，万斯26号紧急灭火，称自己的言论并非要批评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孩子的人，相反，他是在批评民主党变得反家庭和反儿童。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就指出，用没有亲生孩子攻击哈里斯，暴露了万斯的无知。Now, women who have cats and no kids are hitting back. Even Jennifer Aniston is offended. In a rare political statement she posted, "I truly can't believe that this is coming from a potential VP of the United States." 反观哈里斯，过去1周，其竞选团队正抓紧时间布局选战，动作连连。当地时间7月25号，哈里斯宣布正式入驻 TikTok 为竞选造势。首条时长约8秒的视频发布6小时后，观看量已达580万次，哈里斯的粉丝也超过110万。美媒称，这个亮眼的成绩令拜登相形见绌。Well, I've heard that recently I've been on the For You page, so I thought I'd get on here myself.